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读书会。今天晚上读书会我们已经讲到第155讲其实读书会呢就像是个共修会啊，因为谈的都是生活的智慧嘛，都是人间法，所以也是一种法会啊。我们只要能从中入法就会增长智慧这样本来不懂的事情呢，慢慢的也都会变成什么都会相信有常常参加我们读书会的同修一定都是会有成长的喜悦这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问题很艰深，答案很简单日常生活中我们难免会碰到一些难解的问题，而令我们呢剪不断理还乱然而只要我们心中有法，也能用对方法这样就不会法到用时方恨少，即使兵临城下还是泰然自若用法之道跟用兵之道是一样的道理那成败的关键呢就在于是否心中有法了心中有法呢才会胸有成竹胸有成竹呢才能够谈笑用兵其实法不在高深，而在于是否能让人听得懂。听得懂就是对机那对机就是妙法。那药也没有贵贱最重要的是能够治病只要能够治病呢就是良药了所以要有法度了要有法度了就要先学习呢随化度人跟善解方便。那偏偏这两个呢，一个是人有20难的第18难一个是第20难那随化度人难，意思是说众生刚强难调教了刚强的众生呢也包括我们自己因为自己也是众生之一嘛。那要调伏自己都这么困难了，那我们凭什么去调伏别人呢？那自己都不听自己的话了，要别人听我们的话，那不是更困难吗？这个叫做随化度人难那善解方便难的意思是说，想要度众生不只是要有修行，或者有福报，或者有因缘就好，还必须懂得透过种种善巧方便才有办法否则面对形形色色的众生，人人根基立顿又不整齐，那实在很难去度化众生嘛。所以才叫做善解方便难所以要对外菩萨大招生也是要有这样的概念否则会造成本欲度众生，反被众生度随化度人跟善解方便呢，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两个都强调用法或度人必须要灵活、善巧、弹性、绝妙。说起来很简单但是要做到很到位呢，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大部分的人呢，比较容易呢墨守成规、死古不化、死搬教条、僵化用法所以佛陀才会把这两难呢也列入20难里面虽然很难，那我们也不能因为很难而不去学习透过学习而找到方法，也能妙用方法。那这样即使呢面对很艰难的问题呢，也会找到很简单的化解之道学佛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叫做求法要严肃，用法要轻松那求法要严肃，是因为严肃才能够显出它的庄重那庄重呢，才能起恭敬心而佛法就在恭敬中求用法要轻松就是才可以呢如行云流水般通权达变随机应变也才能巧思绝妙，这样才能化方法为妙法这个叫做用法要轻松那学习不够或转念的能力不足，则即使问题很单纯我们都会把它搞得很复杂
事情本身是很单纯的，事情本身不会很复杂的，是我们人心很复杂，才造成什么外轻内浊啦，变成什么化简为繁啦，这个就好像病人很单纯，但是家属很复杂，这样有再好的医生呢，也无用武之地这个就很难医的啦，学习不够会造成什么？书到用时方恨少同理文法不够也会法到用时方恨少现在的人手机用多了，也是会造成什么？字到即时写不出我们都会这样子因为手机里面一打上去，它字就出来了，看得懂那个字，可是要你去写的时候会忘记怎么写这个叫做字到即时写不出了现在很多人不会写字的啦，写字功能退化了那这些都是我们每个人的切身经验嘛。那我们学佛就是要学习什么？化繁为简化浊为清去无存精去妄归真如果做不到去除杂乱，汲取精华反而呢兴风作浪搅乱一湖春水那这样就是本来无一物，自己惹尘埃身体很精进是很好但是心灵不清净这样呢越精进反而越偏离正道叫做努力跑错方向。台湾话叫做青梅牛做拱缸事倍功半的意思了那我们每一个人呢，每一天呢都不能缺少3餐的食粮因为食粮是顾生命不能说不重要，但稻粮是顾慧命，这个是更重要了因为生命有限但是慧命无穷所以一日3餐顾肉身也要3日1物呢顾法身每天要吃饭跟每天也要闻法一样重要，身心入法叫做法身那身心不入法叫做肉身那肉身是用筋骨的力量因为有形所以有限嘛。那法身是用心灵的力量因为无形所以呢无限。那行菩萨道就要懂得保护自己才有办法去保护别人要懂得拉拔自己，才有能力去拉拔别人要懂得巩固自己的道心才能巩固别人的道心所以要每天养成闻法跟运动的习惯多闻法才会法体安康，那多运动才会身体健康，两个都重要不能偏执一边叫做中道实相那如果把闻法的喜悦呢当作餐食我们的精神呢就会很丰满把入法的禅悦当作稻粮我们的心灵才会很富足。有修炼的人呢，他能够以禅悦为食学佛人都知道这句话嘛，禅悦为食嘛，以法乐为食这两个都叫做精神的饭他强调的是什么？减低物欲提升心灵那物质不是不重要但不要思索过度要懂得适可而止否则会变成一个无底洞，没有填满的一天所以要学习降低物欲的话呢，答案也是很简单。第一个功课就是学习少食，少吃一点少食或者蔬食或者素食或者少肉或者无肉现在的人很少会营养不良顶多是营养不均衡甚至是营养过剩，都是吃太多造成的所以才有三高嘛因此呢，正确的观念呢，现在正确的观念呢，不是要把它吃饱是要吃给它不饿就好了现在我自己也是这样子吃东西不是要吃饱，吃给它不饿就好了那如果境界更高的呢，把禅悦当作法喜当作食粮这个就是滋养慧命的稻粮对觉者而言呢，
更是了生脱死的资粮，甚至是往生的资粮也是一样啦。那凡夫呢，醉生梦死，又贪生怕死，只有短暂的娱乐，没有就近的法乐。所以大部分的人在临终之际呢，不是昏迷不醒就是什么神志不清不是恐惧害怕就是世缘纠缠纠结了。所以想要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就是往生之际的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甚至呢，往生后要去哪里呢，也由不得自己的这个都是我们要去深思的生命的课题有一次全球慈济志工返回来台湾呢，参加1年1度的全球慈济日那其中有一晚呢，就要在花莲的净思堂外面的广场呢举行晚会刚好呢那几天是阴雨霏霏小雨不断因此呢，就有一位海外的干部发愿如果下雨停止的话，而晚会能够在外面的室外呢顺利举行的话呢，我3天不吃饭发这个愿结果呢，当天晚上果然是晚会那天晚上果然是没有下雨而顺利在室外举办晚会那这件事情呢，被正言上人知道后呢，隔天一早呢，就请人把这位海外的干部找来，上人就问他听说你发愿不吃饭他说是的那上人就讲说，那好，现在请你马上去吃一碗面这个是上人呢以幽默的妙法当众来教示这些弟子他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身体这载道器没有充足的精力跟活力的话呢，很难精进修道。那精力跟活力呢，更是前进的动力燃料没有充沛的体力，要顺利修道，也会心有余而力不足了。那发愿是很好但不要发这种不吃饭的愿其实食物是不必精致的简单营养就好了对所有的食物呢，要以随缘受用来淡然处之的老实讲了，有时候我们人心已经很粗糙了吃的再怎么精致也没什么用。老实讲不吃白不吃，吃的也是白吃而且呢，我们嘴巴吃的是很干净没有错，但头脑装的不一定很清净这个就好像说我们筋骨皮好练但是内功难练把身体练得身强力壮、胸腰虎背，这个容易，去健身房练练就有了就可以了但是身体很强壮，心灵却很脆弱，只练身不练心所以这个心很脆弱，动不动就受伤变成是一个容易受伤的女人这样也是很辛苦其实男人也是一样啦。所以要让这个心呢守之不动让心灵坚定不移这个就是刚刚讲的内功难练没有经过千雕万琢千锤百炼就不可得了听起来好像这个工程艰巨不简单其实答案也是很简单的，标准答案就是4个字：返璞归真。返璞归真就是标准答案。为什么？因为返璞归真可以让我们的心宽念纯。那心宽念纯的人呢，自然就会恬安淡泊，无为无欲。而心灵比较净化的人呢，或生活比较恬安淡泊的人呢，也比较会知足常乐了。因此，这样的人呢，只是一点点在别人看起来是微不足道的事情呢，对他来说都是很大的满足跟享受这就是什么？知足最大富嘛，跟知足天地宽嘛。因为很知足所以事事很满足很容易就满足了那这样的道理听起来好像也是很简单，但是要去实践又好像没那么简单所以才说的千万遍不如实际做一次也就是王阳明先生所讲的，知而不行是为不知，不知而行可以致知
这句话以前我们也提过了啊，意思是说知道道理，但不去实践行动，这样还是叫做不知道啦。那不知道道理，但对的事情做就对了，这样最后也会知道道理啦。那有些人是很了解佛理，但是缺少实践，这样所了解的佛理呢，对他的觉悟跟解脱呢，也起不了作用啊。觉悟跟解脱不是靠了解佛理啊，是靠实践佛法，所以才说不知而行可以自知啊。实践佛法，最后你自然会懂得佛理啊。这叫不知而行可以自知啊。那佛陀时代的弟子们呢，是有教法而无行证，也就是说有信解，但是没有行证啊。不是信解行证吗？对佛理有相信，有了解信解，但没有力行跟印证，没有行证嘛。为什么？因为没有走入人群，当然就无法借人间的俗事呢，来显诸佛的妙理啊，变成理归理，法归法。那这边呢，人归人，事归事，那无法呢理事相通，解行并重啊，这样就当然很难以事去显理嘛。现在印度跟尼泊尔的佛法就是这样子，这也是为何证严上人要透过佛陀故乡蓝毗尼的这个因缘呢，要去翻转尼泊尔的原因呢，都经过2500年喽，还这么落后，这么贫穷，用餐是坐在地上，而且还要轮流用餐，也才100个学生而已，为什么要轮流啊？因为餐盘不够，没有钱买餐盘。餐盘不够，只好分梯次吃饭，分2梯吃饭，一次50个啊，为了那个餐盘呢。那吃饭的用手抓，因为当地的教育呢不普及呀。虽然是佛陀的故乡了，甚至是佛陀成道的地方哦。菩提迦耶呀，就是佛陀成道的地方，正道的地方啊。现在你去看，没有正信佛法，正信的佛法很式微了。所以因此你要翻转尼泊尔呢，或者翻转印度也好啦，翻转之道呢，唯有导入正法，能有效导入正法，要翻转就不难了。不能导入正法呢，这即使有心也没办法对国家是这样，对人也是一样的道理身心入法，这一切疑难杂症的处理呢，就像探囊取物一般的轻而易举啊。我们如果把握因缘去做的话，问题很艰深啊，答案还是很简单的啦。因为至少他们的生活这么困苦，生病也没有，医疗也是很落后。我们从这个地方切入，就很多事情可以做了，可以帮到很多苦难的众生还是可以翻转简单讲呢，这个也就是要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就从他们的日常生活或者身体健康这个地方去切入的话呢，就可以改善很多地方了。而且他们教育也不普及，尼泊尔教育比较不普及，印度还好一点。所以你要去翻转尼泊尔教育，也是一块很大的福田也是要做，也是很大的一个福田所以要去帮助这些苦难的人，也是要用妙法就存乎一心要成功也是真念心，失败也是真念心，天堂地狱一念心，佛境魔境也是一念心，净土秽土一念心，幸福辛苦一念心，信与不信也是一念心，痛苦痛快也是一念心，顺境逆境也是一念心，淌法水还是淌浑水也是一念心爱恨悲喜一念心，讨厌欢喜也是一念心，等等都是一念心在作怪啦但是只要你慎选一边，另一边就自动消失那偏偏我们凡夫常常选错边，所以很烦恼很辛苦在这里那因此呢，
问题就在于如何把这一心摆在正确的位置啊，位置摆对了，我们就可以把别人认为很讨厌的事情，把它看得很欢喜就可以把别人认为很烦恼的事情，我们把它看得很感恩，就可以把别人看得很困难的事情，我们把它看得很简单。换句话说，只要一心摆对位置则即使问题很艰深，答案还是很简单的。转个念头几秒钟就是答案很简单的，因为才几秒钟嘛。那做足准备几年功，就是问题很艰深，因为要学好多年所以有用心准备呢，才会问题艰深，答案简单但没有用心准备呢，就会变成问题很简单，但是答案很复杂。答案复杂，至少还有找到答案最怕是找不到答案没有答案就是无解，无解就是没法度，束手无策要准备就要每天勤快学习因为呢，法在勤中求所以以前我们有讲过用法跟用兵这个甚至跟用药也好了，道理是一样的医生要先能晓了药性知道每一种药的特性跟有哪些药可以用，并充分备药等病人来看诊的时候呢，再看病人的状况呢，随病受药嘛，对症下药嘛，这样才能够让病人痊愈如果不是这样的用心准备的话，就是药到用时方恨少了不过医院应该很少这样子才对了。不过比较贫穷的地方，医院里面确实是药到用时方恨少，什么都没有。我们去海外救灾的时候，连维他命那些灾民都那些难民也好，都抢着要维他命他们也抢着要因为他们知道这个药对身体有好处的所以如果药到用时方恨少呢造成无药可医那这个就代志大条人生不止问题很艰深，有时候还会很复杂所以才说人生问题千万种，人生疑惑万万难心里起问题，心悟则不迷，转境乃心悟，境转自心迷有惑无心解，处处是问题疑惑用心解，问题变菩提其实问题产生的时候呢，也就是我们迷失真心的时候啦。迷失真心就是什么？就是无明嘛。无明就是看不到光明就好像茫茫大海中的一艘船找不到灯塔，而陷入暗暗黑夜，看不清方向，甚至迷失方向，无所适从。这样就是迷航迷航虽然很危险，但只要找到灯塔而方向得到导航这样还是可以化险为夷但人生的道理何尝不是如此呢？一样的道理有一艘军舰深夜在海上的航行突然间呢，前面看起来好像也有一艘船用信号灯打信号过来叫这艘军舰呢转方向，转45度闪开。这时候呢，军舰上面这个负责操控信号灯的这个士兵就立即报告这个将军将军就认为说岂有此理怎么叫我们转向对方怎么不转向呢？他就叫这个士兵发信号过去给对方，叫对方转向。结果对方呢回信号过来说：“你们是谁问他们这个将军就叫这个士兵回对方说：“你跟对方讲，我是将军。”他问我是谁，我是将军。结果对方再回信号过来说：“不管你是谁啦，你是大将军也是一样的，你们要先转。”这个时候，这个将军呢就很火大了。我跟你讲，我是将军，你好像目中无人呢，就反问对方说：“那你是谁对方说：“对不起，我是灯塔。”他是灯塔啦。
所以我们言归正传了哈。感冒的道理也是一样啦，是身体疲倦在先呐，或被感染在先呐，而得到感冒嘛。那感冒之后呢，会不会让人精神不振啊，而疲倦呐？两个是互相循环，互为因果。那同理啊，人是因为自己抗压性不够，才产生外来的压力嘛。一样的啊，我们自身的免疫力如果下降的话呢，才会让病毒入侵啊。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表面上看起来问题、烦恼或压力是外来的，可能是那一个人或那一件事情呢，让我们有这样不愉快的感受，很烦恼、很有压力。其实追根究底呢，是来自自己的内部，也就是佛法所说的自性显现是自己内心投射出来的。所以化解之道也是要往内探求，往内求才是正道啦，往外求是外道啦。食物是自己先腐烂才长虫的不是外面的虫跑进来才让食物腐烂的即使新鲜的食物被外来的虫咬了造成腐烂，这样子的腐烂也是从内部先产生出来的这个不会影响自性显现的这个真理那我们之前读书会有一个主题叫做念头偏差业障就来嘛也是这个道理偏差的念头也是来自我们的内部要从内部去导正同理刚刚前面讲的心疑起问题，心悟则不迷，也是一样的道理，是自己内心有疑惑跟疑法才产生对外的质疑是自己先疑心才会产生暗鬼啦而产生问题后呢更加疑惑，两个也是互相循环造成互为因果这就是佛法上所说的惑障以前我们也有提过了因为疑惑久了或疑惑解不开，会恶化变成我们的障碍叫做惑障疑惑所带来的障碍的意思啦。相反的，我们如果保持心宽念存跟心清自明那就是心悟则不明嘛，刚刚讲的嘛，心正邪不清这个时候妖魔鬼怪会拿我们没办法。什么时候这些妖魔鬼怪才有办法呢？就是我们自己的心迷、心虚、心疑的时候，妖魔鬼怪才有办法趁虚而入那这个机会，他会趁虚而入的这个机会，也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我们没有做球，人家哪有机会杀球是吗？所以心迷、心虚跟心疑呢，就是念头偏差了啦。那念头偏差在先业障随之而来念头偏差，业障就来那这个也是万法唯心造的道理一样的。好，我们前面用譬喻的方式来解释相信大家很容易了解。原来产生问题的始作俑者呢是自己，不是别人别人顶多是什么扮演落井下石的角色，看我们很倒霉的时候呢，顺便踢我们一脚叫做打落水狗啦，也叫做祸不单行那不单行就是什么就是接二连三的意思嘛。所以人在倒霉的时候也是会衰事连连叫做屋漏偏逢连夜雨嘛。相反的，有时候呢福报现前时来运转，双喜临门，甚至有惊无险，化险为夷那像这样的生活经验我们大家都有过了每个人都有了那人生虽然有很多难解或艰深的问题但是只要问对了问题，也问对了人，正确的答案就出来了啦。就好像看对了医生，也吃对了药，那病情自然好转嘛，一样的道理那一旦找到答案就是破疑解惑嘛，茅塞顿开那这个时候就是什么？佛法所说的什么？心悟转万境，心开悟了就可以什么以心转境嘛，意思是这样子嘛。相反的，如果找不到答案，
则疑惑难解或一知半解就会不知所措呢，无所适从啊。那这个时候就是什么？就是心迷万境转了嘛。心迷的时候，是境界来转我们，就是心被境转了那这个由不得自己的意思的然而呢，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懂得不耻下问碰到这样的困境的时候，我们如果不耻下问多去请益别人多去请教善知识，这样就很容易找到正确答案了。而且答案居然是这么简单举个例子来讲，大家会更清楚。请问各位，把一粒鸡蛋竖立在桌上，让它站在桌上，容易不容易？应该没有人做得到啦。怎么可能让一粒鸡蛋竖立在桌上？太难了吧？其实一点也不难，只要在蛋的那个顶端轻轻不要把它敲破，轻轻敲一下，给它蛋壳凹下去，这样就可以让这个鸡蛋站立起来啦。说破不值一分钱但没有说，又有几个人想得出来呢？这个就是问题很艰深，答案很简单，不是吗？再举一个例子卖梳子给出家人容易不容易应该也是很难出家人都没有头发，还是要梳子做什么其实这是凡夫的见解啦。没头发就一定用不到梳子吗？就有一个卖梳子的推销员他跟寺庙的那个老法师说师父，你的书法写得这么好，你这个道场善男信女又这么多，如果师父你可以把你这么好的书法写在木梳子上面呢，跟大家结缘大家一定非常开心的啦。老法师一听，有道理，来买1000把梳子。这个就是问题很艰深，答案很简单不是吗？再举一个例子，被人事问题纠缠而心有千千结这是很烦恼的问题但只要想到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每天一早出门都是开始在演戏啦，告诉自己啦不管是演喜剧还是演悲剧，戏演完了就下台，不必再去回忆，因为这只是在演戏，不必那么认真，前脚走后脚就放，这样才能够继续往前迈进。心念能这样一转，就是问题很艰深，答案很简单，不是吗？也就是刚刚前面讲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个妙就是灵活弹性绝妙的意思啦。打球的基本动作每个球员都会都必须练习的但要做到随时能够妙传这个或者有出神入化的功夫，这个就不简单了。球传得好叫做妙嘛，传得不好或误传就不妙。那学佛做人间事也是一样，能将佛法妙用叫做妙法，那僵化使用佛法叫做方法。一个是出神入化，一个是死骨不化，化与不化差别很大，因为一个是妙，一个是不妙。妙跟不妙就差在可不可以运用这妙，存乎一心嘛。那人生有时候呢，看似风雨飘摇，实则风雨生信心；有时候看似走入绝路，实则绝处逢生也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因此佛家才说一切都是好因缘七言的绝句这样的道理就是《无量易经》所说的非住非动，不进不退，不来不去，不出不没，犹如虚空，无有二法。这看似道理艰深其实答案就在简单的一念心念简单则不起事端心念复杂则无端生事只要人人都能够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也都能够就法心知跟心法必知，这样就是与时俱进，就是佛不离心，法不离行
再怎么艰深困难的问题，也都可以轻松的迎刃而解，而游刃有余啊！因为你是胸有成竹啊，是有备而来啊！所以学佛不能只靠缘而群聚，这样很容易缘尽法散啊！必须以法相会啊，这样才会灵山法会不散啊！心中不入法，没事便有事，小事变大事；心中有入法，则有事变没事，大事变小事。那正言上人用心良苦，半强迫式的要慈济人呢，要慈济志工人，每天都要来熏法香啊！这个就是在教化慈济人呢，不要只是入宗门做事情啊，而也要入法脉长智慧。这样即使问题很艰深，我们也会很简单的找到化解的答案呐。其实我们身边都是佛法，但很奇怪，问题发生的时候常常找不到方法，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就好像说身怀明珠啊，身上有一个珍贵的明珠啊，很值钱的，还自认为自己是贫穷子一样啊。这个明珠就是本性的意思啦，不是真的那个明珠啦，有清净的本性，那个佛性跟那个智慧跟那个潜能的意思啦。所以只要能够做到佛入我心，法入我心，就不会感到左右为难，而事事都能左右逢源呐。有人问上人呐，问正言上人如何了解自己？上人回答：肚子饿了想吃饭，身体累了想要休息睡觉，睡饱了想要工作啊，这就是了解自己啊。这句开示词很淡，理很浓啊！人生因为很多事情我们不了解而造成疑惑，因疑惑而生无明啊，无明也会造成无自知之明。那什么事都不清不楚，不明不白，懵懵懂懂，甚至对自己也是不了解了。所以如何了解自己，这也是一道很深很难的题目哦。但是上人的回答这么简单呢？虽然用词很简单，但道理很深邃哦。这个也是问题艰深，答案很简单。所以刚刚讲嘛，法不在于高深嘛，而在于是否能够跟生活结合。生活中用得到就是妙法，用不到再怎么大法也是没办法。所以求法求道也是要务实，眼前的都不能把握，还奢谈什么天长地久呢？还谈什么生生世世呢？自己都做不了主，都无法做自己的贵人呢，更不要谈到去做别人的贵人嘛。所以上人才说，心中没有法的人，心里会很空虚，因为心灵空虚的人，心无法安住，就好像浮萍一般，随波逐流，没有定向。所以心都是被境界卡住，而自己做不了主。这样子的人呢，即使遭遇到微小的事情呢，都会把它夸大为难解的问题啊。所以问题艰深与否，是在一念之间呐；答案简单与否，也是在一念之间呐。一念突破就简单了，一念卡住就艰深了。好像原本感觉人生困难重重，层层关卡，且关关难过，而且有轻生的念头哦。但有好因缘的碰到贵人，这个贵人把我们这个直播转传给他看，而他也有善根要看，他如果不想看的话，就没有因缘了嘛。他一看很对机，结果一语惊醒梦中人呐。直播我们这个直播里面的正法的正能量呢，让他打消厌世的念头啊。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法强魔就弱啊，你强他就弱的道理呀。这也是原本很艰深难解的问题，结果答案很简单就解决了。本来是生不如死，变成起死回生啊，一念突破就过关了啊。也有一位志工，原本是有忧郁症的困扰，也是有缘人把我们这个直播呢转传给他看，结果他一看再看很有缘哦，看得很欢喜，并且一边听还一边做笔记啊。他笔记拿给我看啊，厚厚一本啊，每一页都密密麻麻的，还画重点。那要花很多时间才有可能累积这么多的笔记耶，
因为我自己也很会做笔记，我很清楚啊。哇，这一本这么厚的笔记要花多少时间啊？我从头翻起啊，刚开始那个前面几页字体很潦草，慢慢来到中间，字体越来越不一样，越来越工整了。看得出来他的心呢，由刚开始的纷乱而逐渐安稳，也安住下来啊。所以他不只是相由心生的，字也是由心生的。什么样的心情写出什么样的字体出来啊？心安住写出来就工整了，心不安写出来就是纷乱了。这样不到3年的时间呢，这一位有忧郁症的这个师兄呢，夫妻2个人同时受赠慈济委员呐，他们3个儿女同时都投入当志工。原本是妻子儿女呢很担心罹患这个忧郁症的爸爸，现在好缘相聚，以善消恶，变成是一个化忧郁为祥和的积善之家。这是活生生的故事，令人感到非常的欣慰，也深深给予祝福啊。这个也是原本很艰深的问题，结果答案居然这么简单，一对机就是妙法，很简单就雾散云开见青天啊。不过话说回来啊，不是每一个有这种问题的人或家庭都有这么好的因缘哦。表面上看起来是有贵人相助啊，其实追根究底还是不离自耕福田，自得福缘呐。主缘还是在他自己，我们旁边只是助缘而已啊。那这样的道理呢，我们要懂。当年台湾发生921大地震的时候，慈济要在灾区援建51所学校，也是问题很艰深啊。重建经费就超过台币100亿以上哎。只要有校长来请求，正言上来就是一间一间的勾，好，帮你重建，帮你重建。那旁边的弟子们看得心惊胆战的，再三提醒上人。上人啊，勾20间的呢，勾30间的呢，勾40间、50间的呢，一直提醒上人啊，上人啊，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呐。上人老神在在，不为所动，到最后签了51间学校，准备重建了，并且慈氏弟子们呐，你们那么担心我不知道重建要多少钱，但肯定会需要很多钱，但是我不担心。因为钱都在你们大家的口袋里面，并且说啊，我信己无私，信人有爱啊。更何况佛法告诉我们啊，入我们不贫，出我们不富。结果呢，51所学校圆满顺利完工，写下台湾救灾历史重建的这个辉煌的一页啊！这就是觉者跟智者悲智愿行。跟不舍众生而创造出来的一股不可思议的力量啊！整个过程原本看起来也是非常艰辛啊，很困难的一个工程啊。51间学校不是51间房子但是答案却那么简单。什么答案很简单？钱都在大家的口袋里面，就这么简单啊！就是信己无私，信人有爱。答案跟什么？入我们不贫，出我们不富，就是这几个，这中间缘跟德2个少一个就不能成就了。所以说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也是要看何德何能也是要有累生累世的众生缘跟生生世世所修来的一生之德啦，才有办法啦，不是普通人做得到的啦好，我们今晚的读书会就分享到这里祝福大家福慧上修，法喜充满。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